方丈，现在我可以做你的入室弟子了吧？为什么？你身负血海深仇，想要成为一代高手，杀倭寇、复血仇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可是你急于登峰的功利心太重，积分有余，淡然不足。你什么时候能放下心中这份执着，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武林高手？所以，要想成为入室弟子，还要修行一关。是什么？我给你1月，用这根银针，在1000株水仙上篆刻心经，每株水仙上260字，一字不可缺，一字不可错。做到这些，我就收你为徒。今天是第几日了？今天是第28天。你明白《心经》的奥义吗？越是雕刻到后来，越觉得《心经》的博大，所以不敢说明白其奥义。如果我还不愿收你为徒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会问方丈，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够的，需要改进。你不是做的不够，而是做的太多。从武训比武开始，你就一直抱着要胜出的念头，太过执着，容易陷入心智的迷局。非但不能参悟高深的功夫，只会坐困求成，欲速则不达。你若想登峰造极，就必须领悟虚怀若谷，不然你就不能成为我最好的弟子。这么说，方丈愿意收我为徒？弟子拜见师父。就在那儿了。长浩，前面就是渔村，倭寇就在前面，不足100人。不足100人？对。那就把他们全都灭了。走，好，走走走。用埋伏！埋伏！我们应战！师叔，战号现在岌岌可危。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！当然不能不管，可我担心一旦出兵，倭寇趁机偷营啊！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
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去增援展浩。呀！展浩，多谢师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不来，你就被全军歼灭了。没想到这是倭寇的圈套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们就把他们全部干掉。不行，我们向东撤，倭寇是三面夹击，就是要把我们缠在这里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右翼，那儿的兵力不足。如果倭寇这时进攻的话，我们整个防线就被撕破了。师叔，我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展浩，你听我的，赶紧向东撤，不许恋战，撤！走，要是硬碰硬的跟他们打，我们怎么可能输给这帮倭寇？也就是中了埋伏，要不然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师叔，我们现在已经汇合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应该集中兵力发起反扑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那么快反扑，我们一定能大破敌军。展浩，你还不明白你输在哪里吗？就输在战术上。这一点，我们和直江错相距甚远。就目前，无论我们的兵力和我们所在的位置，都不占任何的优势。且不说反攻，就说直江错现在攻打我们，我们抵挡起来都相当的困难，更别说逆转战局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继续撤，继续逃？就目前局势来看，撤兵是唯一的选择。什么？真要撤兵？对，全线撤军，撤出福清湾。撤出福清湾？我们从泉州到这儿，是要保护福清湾的，这才刚刚交上手，我们就要认输了。师叔，展浩，我明白师叔的意思，他是怕倭寇反攻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撤军嘛，可以避免仓促交战，我们也可以得到休整的机会，找到合适的战机，我们再战嘛。我没听过这样的道理。要是让出了福清湾，出兵还有什么意义？倭寇不过是侥幸得逞，我们也只是丢了一个右翼，怎么弄得像全盘皆输一样？师叔，反正我觉得不能撤，绝不能撤。那你们的意思？这，我们听师叔的。您决定。师叔。张浩，我思来想去，我们还是必须撤退，而且不能耽搁，马上撤。可是，师叔，我们到底怕什么呀？我们现在驻兵的地方是在山里面，就算倭寇要反扑，他也不敢现在来吧？正因为如此，我就是害怕倭寇晚上来偷袭我们。来了正好，敢来我就敢杀。展浩，现在还不是你逞强的时候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马上撤离。师叔，你展浩，师叔，师叔，倭寇从正面发起攻击了。师叔，什么？师叔，倭寇从侧面发起进攻了。师叔，打吧！打什么打？小心！是忍者！师叔！
信师叔！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，师叔。师叔！师叔！快撤！王尊势力，快撤！撤！快撤！师叔，我带你回少林。师叔，多谢师叔。师父，我败了，还害死了笃信师叔，我对不起少林。先回去歇歇吧。展浩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唉，师父。他还在吗？从天亮开始，已经半天了。展浩一直都在山门外跪着。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要管他，让他去跪着。师父，他……你认识到了吗？说。第一，武功再高的人，也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战胜一支军队。第二，不懂得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就注定要失败。第三，在战役中，战术的作用远远大于武功。你认识的前两者，只要能真正认识到，对你今后会有很大帮助。但这第三，仅仅是认识是不够的。师父，
以前我只是学武功，现在我更要学兵法。你能想通这一点，很好。3日后，你去伙房，找一位渡恶师傅。弟子谨记。卖水仙，谁买水仙了？卖水仙。来盆水仙啊，好，就这个吧。好嘞，钱回头我们东家来借。谢谢啊。荣燕啊，刚刚听人说，然后他从早上就怎么了？就跪在少林的山门外受罚呢，已经跪了1天了。展浩，你跪了多久啊？师父为什么要这么惩罚你呢？师父没有罚我，是我在罚自己。罚自己？我应该接受这样的惩罚。你回去吧。那你还要跪多久呢？不知道。就这样跪着吧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好，我陪你。哎，这位师傅，请问渡恶大师在哪儿？睡觉的那位就是。哦，多谢。阿弥陀佛。渡恶大师，渡恶大师。哎，二位师兄，请问渡恶大师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渡恶啊，在少林只做一件事情，而且一做就是20年。什么事？吃饭。吃饭啊？那他是不是寺里的绝顶高手？就他，可能连我都打不过。林展浩，拜见渡恶大师。林展浩，拜见渡恶大师。打败仗那个林展浩啊？一败涂地吧。引耳出洞，拉耳纵身，侧翼袭之，迎头痛击。这是直江簇的打法。他用的是啄木鸟战法。啄木鸟战法也不是他首创的，乃是东瀛名将武田信玄所创。就是先遣精锐灵动部队从敌背后袭之，敌旦向前方败退呢，那就从前方由敌之主力迎头痛击。之所以叫啄木鸟战法，它就是啄木鸟捉虫啊，先在树干旁边捉之，待虫惊慌奔逃，那自然就落入了啄木鸟口中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战术，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了。倭寇鼠辈岂懂用兵，
就如小儿嬉戏，哪能与我汉室先人的兵法相提并论？林展浩愿意跟随渡厄大师学习兵法。好，多谢渡厄大师。这豆芽做得好，你再去后厨去给我端一盘来。明白吗？大师，你是想写《孙子兵法》吧？一目了然呢。孙子兵法，又曰吴孙子兵法，又曰孙武兵书。哦，原来是这几个字啊。我写的不好吗？好，这些天在大师的教诲之下，我对兵法了解越来越深了。想想以前，真的是井底之蛙，无知的可怕。大师，既然我对兵法有了深入的了解，我现在恨不得马上上战场，和倭寇一较高低。一较高低？你有多高？你有多高啊？还一较高低？哼，可笑，可笑亦可悲呀！展浩，日后还要向大师多多学习才是。没长进啊！你看看，你跟了我多久？你再看看，这天都什么时候了？啊，你还不去后厨看看那饭好没好啊？好，展浩马上就去。快去，快去！风林火山，风林火山啊，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。领兵之将若是能将自己的部下调教到这个境界，那就无往而不胜了。展浩一定将此铭记于心。千百年来啊，兵家典籍千千万万，世人独尊《孙子兵法》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风林火山这4个字儿啊。兵者，诡道也。先要审时度势，自己先当孙子，然后才能让你的敌人都当孙子。明白了吗？展浩明白。你真明白了？啊，展浩马上就去后厨。各队之间一定要听从指令，只要大家协作默契，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。如此，就算倭寇人数占优，也难以在我们严明的阵法中讨到便宜。脚力是行兵的关键，比倭寇走得快，比倭寇走得远，就能打败倭寇。师傅，破解直江错的啄木鸟战法，其实并不难。我认为，当敌人试图诱兵出击，置之不理是一种方式；但如果佯装中计，顺势出击，直接攻打对方软肋，则是取胜之道。说说，假装中计出兵，但不按照对手预期线路出击，而是直接攻打主营。这时候，主营的兵力分散，并缺乏准备。如果我们出兵果断，就能一举攻破敌阵。那大人，有什么补防的办法吗？将主力军分为2路，守在主营的2侧，这样既可以保持原有的攻击力，
又可以降低偷营的危险。对，这样即使他们直扑主营，也一样会落入伏击。看来，渡厄教了你不少啊。渡厄大师满腹兵法绝学，弟子确实受益匪浅。可是弟子不明白，像他这样的奇人，怎么会在少林寺的后厨啊？渡厄自幼精通兵法，且满怀抱负。年轻时曾去投奔明军，想要做一个军师。以渡厄大师的才学，这岂不是易如反掌？可惜的是，因为他腿脚有病，口齿不清，所以明军将领根本就没正眼看他，还把他狠狠地羞辱了一番。渡厄连连碰壁，后来心灰意冷，才在少林出家为僧的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师傅是知道他有才学，才把他留在这儿的。没错，就因为他，后厨才有一项活，叫做尝菜。尝菜。不过呢，渡厄也真是有才识，不光是你，之前也有弟子聆听过他的教诲，后来成就了一番伟业。是谁？于大猷。他在少林学艺的时候，学的最多的就是渡厄的兵法。直江错善用的战术是啄木鸟战法，其特点是通过诱敌、伏击，然后拉开对手的防御纵深，集中兵力逐个击破。小林呐，直江错很能打，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现在重要的是，我们怎么才能防得住他？怎么才能守住闵清？这办法有没有啊？有，不过需要参将大人配合。配合，一定配合！只要能守住闵清，全力配合。我以为直江错会率先对岷江北部的村落进行掠杀，以吸引我们出击。假如我们真的出击，他就会从东部派伏兵对我们进行攻击。此时，我们的阵型必然向西倾斜，他的总部就会对我们施压，以形成夹击之势。你连夜带兵前往闵清以北的东部进行埋伏。是。你整顿人马，明日一早开始对北部村落进行掠杀，吸引明军的出击。是。明军一旦深入，上山长野要立即从东面发起侧攻，彻底将明军的阵型打乱。我继续从底部给予打压，迫使明军从西部变阵。哎呀，这个小林呐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直江错攻打北部村落，我们根本就不用管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死守闵清，可以守住，但不是上策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将计就计。他判断我们必定被动防守，我们索性主动出击。直江错就是想用一种挤压的方式把明军向西推移，而西边恰恰是他的主阵营。他想把明军引入他的伏击圈。可是大人，这吴克尧他又不是傻子，而且僧兵团们都已经赶到了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全军出动呢？当然不会。但是前方遭袭，后方必定增援，只要增援，就落入了他的伏击圈。把对方的战线拉出纵深来进行打击，是直江错的拿手好戏。这么说来，直江错可以轻易把闵清拿下了。那得看对方有没有高人了，能不能看出直江错的漏洞。
怎么做呢？直江错诱敌的时候，大人率兵往北，但是要注意东面的伏兵，记住，千万不能让阵型向西倾斜，这样才能有效地瓦解他的夹击之势。与此同时，我从南部向其本部进行进攻。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直江错本部的阵型此时向东，你从南部攻击，仓促之间他难以变阵。大人说的没错。哎，消灭伏兵之后，你也向西发起主动进攻，和我的兵力对他形成夹击之势。我觉得小林说的没有问题，有没有啊？有什么有啊？没有问题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会赢，有没有？有。只要我们把倭寇逼到岷江以北，岷江之战就胜局已定了。这么说，假如明军要是这样应对的话，那么直江错的夹击战术，反倒会成为夹击自己了。没错，这一仗的分界在于岷江。如果直江错能被打到岷江以北，那他将是完败。那大人，我们是不是就驻军在直江错的东部后方？一旦明军反手围攻，我们就可以协助直江错在岷江以南挡住攻击。事不宜迟，我立刻带兵出发，尽快赶到接近直江错本部的地方。我想好了，大人，怎么做？全军不过江，留在江北。可是大人，万一真的开战了，难道到时候再渡江吗？我说过，不过江。啊？不过江？如果明军不是对手，就算我们过了江，也深入不了战局。这样战功也不是我们的。大人，如果按照您说的，这明军真的反手围攻了，那我们就坐视不管吗？当然要管。我准备把战场转移到岷江上。岷江？怎么转？传我命令，全军向上游开拔，在3里处驻军，天亮前务必赶到。是。等待信号，发起侧攻。明白。造船。造船？对，这儿有很多渔村，你们去找船、渔网和蓑衣，越多越好。你们俩去准备弓箭。准备多少？多多益善。是。必须要快，正午之前，全军就位。是。
看到没有？打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，有没有？有啊！参将，连长号交代，一定要速战速决，东边还会有伏兵呢。慢不了，慢不了。倭寇才这么点人马，你看我带了多少兵马，搞死他们有没有？有。跪下！哎，我让小倭寇看看我的气势，搞死你们！您看，他们不行了。参将，倭寇败了，要逃。追！是。等。对了，先不追，传令下去，全军面向东部山林摆出防御阵型，弓弩兵就位。是。看来得等到中午了。传令，全军缓速前移，靠近村落。是。走。果然来了！放箭！我们就来吧！打跑了！哎呀，都快！哎呀，打的也差不多了。对了，那个小林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没有消息。林长号说了，要我们等他的通报，一定要等到直江错变阵之后再进攻。那就等，下令全军做好准备。哎呀，小林说的都对呀！他说倭寇会来村子掠杀，用我们出击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他说东边林子里会有伏兵，你看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小林要是说直江错会变阵，那就一定有。将军，我们侧翼遭到了攻击，什么人？是少林僧兵。有多少人？不清楚，但是攻击异常迅猛，是从我们阵型后侧进攻，我们的阵型已经被冲乱了。传令，全军立刻转向，顶住攻击。大人，如何？战局正如您所推测。直江员赶到村落，结果遇到的是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在东部林区设伏，但被剑阵袭击。大人，跟您预料的
如出一辙。太高明了，实在是太高明了！整个战局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啊！他的本部也应该受到袭击了吧？正是。攻击从侧翼开始，直江错正在变阵。哼，晚了。如果不变阵，还能撑上一会儿。毕竟从左翼来的不是主力军，等他变完了阵，明军的主力就会赶到，他将腹背受敌，想不败都难。参将大人，僧兵团和乡勇团已经攻入直江错本部，逼得直江错变阵。展浩姚大人立刻发起进攻，先以见阵射杀，再从南向北直接攻击，将倭寇逼至闽江畔。好，好，传令下去，步云阵。全军冲锋，誓杀直江错！冲啊！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刚一到村落，就遭到了明军的伏击。上山长野呢？将军。将军，我们在东部的林中遭到敌军见阵的攻击，伤亡惨重。将军，村落间全是明军主力，如果他们全力攻击，恐怕我们无法抵挡。三支乱部呢？他的策应部队在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他应该知道我们受埋伏，早点赶到，我们就可以再抵挡一阵。将军，明军主力已经攻到本镇，我们已经抵挡不住了。哥，怎么办？将军，不如趁现在伤亡没那么严重，暂时撤军，等退过闽江之后，咱们再重振旗鼓。果不其然啊，直江错腹背受敌，已经难以支撑了。向北撤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没想到这个吴克尧还有两下子。大人，这个吴克尧我还是多少知道一些。他在领兵打仗这方面，就是一个彻底的草包。一个草包，也能把直江错打成这样？大人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少林僧兵团在整个战局中一直在主导。少林僧兵团头领是那个罗汉堂首座杜信，他死了之后，由一个俗家弟子接替。据说好像是少林方丈灵定的入室弟子，叫林长浩。谁？林长浩。他有多大？好像比您还小1岁。林长浩。长，吴克尧冲散了直江错的本队，这一仗咱们赢定了。把他们打过闽江，那才算赢。是。
将军，哥，撤兵吧。大人，直江错的本阵已经顶不住了，开始向闽江以北撤兵了。咱们还是按兵不动吗？这样，直江错真的会败下这仗的。他败，也是败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大人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增援呢？增援？我根本就没打算增援。
方丈有虑，又为何不问？不用问了，看你这样，我就知道他必胜。何以见得？看你吃得这么投入，我就相信展浩此役，你有足够的信心。于冲击之时，一向是心无旁骛。看你现在还没有吃完，我就知道你很有信心。我已经了然了。展浩可赢，只因倭寇太弱。方丈，你喝粥吗？今儿的粥可不错呀。我差人再给你送一份来。参将，上游和下游都发现倭寇，正朝咱们杀过来。啊，人多少啊？不多，不多就打嘛。那个林长豪呢？他已经带着僧兵团追过江去了。啊，他不在啊？我们应该算赢了，有没有？芷江错都被咱们追过江了，咱们当然赢了。那就是了嘛，都赢了，我们还打什么呀？保存实力。来，现在收兵。走，去。芷江错，你认不认得我？你不会记得我，那你还记不记得石井？石井西安寺，石井镖局。你给我听好了。我父亲叫林钦，我叫林展浩。林展浩，果然是你。当年你杀了我父亲和镖局所有人，连我母亲她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也没有放过。这么多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我恨不得杀你10次、100次。这一下，为我父母！
哥林占祥。这一下是为我二哥林占鹏。这一拳是为我师叔。这一下是为所有的百姓。直江错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是啊，张浩回来了。小林呐，你可回来了，可把我们担心坏了。这是直江错，直江错。哎呀，了不！我要香烛祭品。好，香烛祭品，听到没有啊？香烛祭品有没有啊？有，你还不快去呀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爹，娘，8年了，整整8年，我总算亲手杀了直江错，为爹娘报仇，也为镖局上下，为西安寺的僧人，为石井百姓报了血仇。你当年统帅石井乡勇，保家卫国，而今天我一定秉承您的做派，全力投身抗倭，直至将倭寇荡尽。爹，娘，你们安息吧。大哥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何处，我想你了。我已经把杀害父母的、令你性情大变的直江错手刃了。你要能看见该多好。
我想早日见到你，你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大哥。